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瑞的频道。告别芽庄温柔的海风，我们搭乘越南本土廉价航空越捷航空，前往下一站岘港，开启越南中部文化之旅。我们即将探访浪漫的岘港、古色古香的惠安，以及昔日皇都顺化。抵达岘港后，我们直奔古镇惠安，只为赶上那场惊艳世界的浪漫夜景。华灯初上，整座古城被五彩灯笼点亮，夜市人声鼎沸，魔幻夜色让人目不暇接。第二天清晨，在无缝切换至白日的复古慢时光，暴走经典打卡路线，感受最地道的惠安风情。结束芽庄的行程，现在我出发去岘港，开启岘港、顺化和惠安5天的行程。到机场的过程中，还遇到了一点小波折。司机以为我们要回国，所以把我们送到了国际航站楼。现在还要去找国内航站楼在哪里。从国际航站楼到国内航站楼要下到1层，然后要经过一条长长的连廊走过去。2个航站楼走路这样看也至少要5到10分钟。如果下次来这边的话，一定要跟 Grab 司机说清楚是达到国际航站楼还是国内航站楼。这次选择的是越南最大的私营航司，也是航线最多的廉价航空公司——越捷航空。它和越南航空一起是在越南飞机旅行必不会错过的2家航司。前面的尾部空间还不错，稍微胖一点的人可能会有些紧张。设施有些陈旧，按钮好像坏的。为了看惠安的夜景，今晚的酒店直接订在了惠安古镇里，所以到了岘港没有过多停留，直接打车奔向了惠安。经过了1个小时的飞机和1个小时的汽车，终于到达了惠安。这个是今天入住的惠安的酒店，地方不大，但是呢相比较来说还是非常划算的。一晚上只需要也是20美元左右，100多块钱的人民币，就可以在古城里住一个带阳台，然后呢是古城街景的房间，阳台的景观非常不错。因为酒店就在古城里，所以出门闲逛和漫游也是很方便的。住的民宿离夜市非常近，出来就是。夜市很热闹，中间主要是卖衣服、工艺品，然后呢，路边很多餐厅，其中也有很知名的米其林餐厅，氛围都很好。这家米其林餐厅排队等位时间比较久，于是在它旁边找了家装修古朴的餐厅解决晚餐。餐厅整体布局类似美食街区，
四周是展示制作不同食物的摊位，让人看了食欲大开。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热推，并开启小铃铛。您的肯定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。再加上现场音乐表演，环境氛围一流。点了一些非那么典型的越南食物，整体味道不错。当这只完整的牛蛙端上来的时候，我仿佛看到了上海朱家角古镇熏拉丝的影子。惠安的夜景是它当之无愧的王牌。每当太阳西斜，古镇便化身成巨大的梦幻国度。可以花10几万越南盾坐上一艘木质小船，点上一盏小小的莲花水灯，伴着星月和灯火，将许愿水灯放入温柔的河水中，看着它随波远去，是这里独一无二的治愈体验。丘盆河是穿城而过的主要河流，曾是古代商船停泊交易的繁华水道，夜幕降临，更是惠安夜景的灵魂所在。河边还有一排热闹非凡的酒吧，与对面安静的古城形成鲜明的对比。过了丘盆河就是惠安古城的区域。如果说越南有一处地方能让你一秒穿越回400年前的慢时光，那一定是惠安。这里不仅有治愈的惠安皇，还有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建筑群。惠安夜市的精髓在于灯笼，当夜幕降临，成千上万的手工丝绸灯笼一同点亮，整座古镇被暖黄色的灯光笼罩，将这里变成一个流光溢彩的梦幻世界。不论是柬埔寨风格的长灯笼，还是中式圆形灯笼，一抬头便是大片，随手一拍都是壁纸。惠安位于越南中部广南省，距离知名海滨城市岘港约30公里，是15至19世纪东南亚保存最完好的传统贸易港典范。这座古城完美融合了越南、中国、日本和法国4个国家的建筑风格和文化元素，并于1999年
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。惠安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公元2世纪，最初是一个小型渔村和外贸港口。进入16世纪，这里迎来了最为辉煌的时期。当时为了与北方的郑氏家族对抗，南方的阮氏家族将惠安开辟为重要的贸易港，吸引了大量中国、日本和欧洲商船停靠，一跃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。后来随着河道淤积和贸易中心转移，惠安逐渐没落，但也幸运地躲过了大规模现代化改造和战火，使得1000多座古建筑得以完整保留至今。今晚我们先走马观花，等明天白天各个景点开门，我们再细细品味惠安。早上的夜市节，这是网红的越南餐厅，白天没什么人。昨天晚上吃饭的餐厅也有越南菜烹饪课可以参加。白天的河道恢复了平静。昨天晚上放的船灯估计一大早就被清理干净了，只留下水面上油渍斑斑的。白天可以乘坐这种人力3轮车，因为这个车的构造是乘客坐在前面，司机在后面，所以也被很多人调侃成叫客先死。古城是开放景点，只有进入古城主要历史建筑参观，需购买通票。一张门票是12万越南盾。白天的惠安古镇是旅游团的世界，晚上才是散客的世界。来远桥也叫日本桥，是日本商人于1593年建造的木质廊桥，用来连接日本和华人社区，是惠安最经典的城市地标。桥上还建有一座供奉北地镇武神的寺庙，用来祈求风调雨顺。因为桥是在猴年开工，狗年完工的，所以在桥的两端分别有石猴和石狗的雕像。这座日本桥同时也是越南盾2万面值上面的画像。古城里大部分建筑外墙都刷着芥末黄般的暖黄色调，这些建筑多为2、3层楼高，配有法式百叶窗和雕花铁艺阳台，充满浪漫优雅的法式殖民风格。古城保留着5个不同籍贯的华人会馆，包括福建会馆、广肇会馆、潮州会馆、琼府会馆和中华会馆。这些会馆建筑金碧辉煌，雕龙画凤，屋顶装饰着精美的陶瓷和木雕，庄重而不失华丽。
其中的福建会馆是惠安最大的华人会馆，建于17世纪，内部供奉着妈祖，建筑呈品字形结构，雕栏画栋，极尽精美，还会在特定节日举办盛大的祈福仪式。惠安很多年前是转运港口，很多的中国人呢来这里经商和定居，所以就造成了这里有不少华人聚会的会馆所。里头有一艘木造的古帆船模型，象征着当时华人往返贸易时的商船。春节的时候，福建会馆会给经济拮据的人士赠送礼物，这应该都是别人捐赠的米。惠安是知名的裁缝之乡，全镇有上百家高级定制店。在这面做一套西装，给你量体裁衣，再加上制作，最快就说1天以内就能出来，价格也要比别的地方便宜很多。所以有这个需求的，不妨来这边做一套。陈复古街是古镇里最核心、保存最完好的一条商业古街，街上遍布鹅黄式的法式老屋，走在这里就像穿梭在老电影的场景中。这应该是一个老房子，看不懂越南语，可能是在出租或者出售。周围一圈很有惠安特色，颜色很棒。这房子要是用作民宿或酒店的话，很适合。惠安孔庙于1999年和2013年分别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与越南国家级遗迹。它的历史可追溯至200年前的阮朝嘉隆帝年间。孔庙按照传统文庙的格局修建，南北朝向，一进门就能看到中式牌坊和半池，寓意学海无涯。穿过半池，一座精美的书卷式嵌瓷屏风映入眼帘，它由无数彩色瓷片拼成，阳光下熠熠生辉。屏风后便是核心建筑大成殿，殿内正中央供奉着孔子圣像。建筑细节不具本地风情，大殿的屋瓦和壁画以蓝色为主，与中国传统的黄红色调形成鲜明对比，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南亚风。告别古亚然的惠安慢时光，下一站我们将把时钟拨回现代。我们要无缝切换模式前往越南第4大城市，也是以绝美海岸线闻名的海滨都市岘港。我们将去打卡东南亚最高的海上观音，感受喷火巨龙的热度，
还要在世界最美沙滩之一的美西沙滩上感受海风的狂野。感谢收看，我是 Rain，我们下期再见。